乌克兰陆航部队出动武装直升机，对俄罗斯境内的某处大型油库进行了超低空突袭，一击得手。来一起看看具体情况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今天凌晨，乌陆军航空兵深入俄罗斯腹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突击。根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市郊外油库监控视频画面显示，乌陆航部队的2架米24武装直升机对别尔哥罗德市的油库进行了一次低空打击。第一架直升机向油库发射了数十发80毫米火箭弹，没有命中。第二架直升机对其进行了补射，成功的命中了油罐，爆炸四起，火光四溅。根据俄媒的报道，8个装有2000立方米燃料的油罐正在燃烧，由火势转移到另外8个油罐。看来乌军的这次打击对油库造成了严重的损毁。黑烟弥漫整个别尔哥罗德市上空，库尔斯克地区的安全部门已转为高度戒备，火灾造成数人受伤。在火灾现场，紧急情况部正在增加人员支援救灾。俄方增派了大批消防车和100多名消防员在现场进行灭火工作。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，乌克兰陆航部队深入俄罗斯腹地35千米，成功地摧毁了俄军的油库，这将使前线的俄军油料供应受到一定的影响。而且这也是开战以来乌军陆航部队第一次深入俄罗斯本土，成功进行军事打击任务。有网友认为乌克兰此举是狠狠地嘲讽了俄军一把。按理说，在靠近前线的地方，俄方的防空系统部署应该越严密，而且俄军也掌握了该地区的制空权。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乌军依然突袭成功。虎哥认为有2种可能。首先，乌军使用的米24直升机不光是乌军在用，俄军也在用。这款直升机是武装直升机，具有尚可的作战能力。不过，不同于乌军陆航部队将米24武装直升机用作绝对主力，俄空天军拥有更先进的米28、米35、卡52武装直升机。因此，很可能是乌军米24直升机进入俄境内执行作战任务时就已经被俄军发现了。但是俄军根据该直升机的 RCS 信号确定为己方的米24直升机，加之此前俄方一直声称掌握了乌克兰的制空权，重创了乌克兰空军和陆航部队。这些人也没有想到乌克兰陆航部队敢向俄境内的目标进行突袭行动，因此导致遇袭事件发生。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俄军压根没有发现乌军来袭的直升机，乌军采取了超低空突袭的方式，从俄防空部队盲区偷摸飞进去，完成了雷霆一击，然后趁乱原路返回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不得不说乌军打得非常漂亮，在零损失的情况下突破俄军严密的防空网，并且完成了作战任务，堪称绝地反击。不过不管乌军是如何突袭成功的，可以预见的是，俄罗斯军方这边有人是指定要丢官帽了。因为别尔哥罗德不是第一次被乌军偷袭了。前天别尔哥罗德红十月村的附近就遭到了乌军弹道导弹的打击。乌军第19弹道旅使用原点 U 弹道导弹，成功摧毁了别尔哥罗德地区红十月村的弹药库。而俄军的远程防空系统完全没有发挥作用，因此当时俄军的防空就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。而其军事主官应该做出进一步的部署，加强别尔哥罗德的防空部署，以免再次遭到乌军的袭击。但是仅仅1天左右，别尔哥罗德地区再被乌军直升机突袭，这说明此前俄军对于该地区防务的重视明显不够，即便是遭到导弹袭击后仍是如此，因此肯定是有人要担责的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俄空天军似乎是为了找回场子，从别尔哥罗德被袭数个小时后，对别尔哥罗德邻近的哈尔科夫地区发动了多次的大规模空袭行动，给乌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虎哥认为，随着别尔哥罗德2次遭袭，俄军可能会今后进一步加强该地区防御，并且以此为由对哈尔科夫发动更大规模的全面进攻。
毕竟现在除了马里乌波尔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争夺战外，基辅、苏梅、切尔尼科夫俄军大规模的进攻已经停止，而且俄军从基辅北部正在抽调兵力前往东部地区，有理由相信俄军正在筹划对东乌地区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，届时哈尔科夫的处境可能会更糟。